你有沒有參加過那種表面很有愛，實際很尷尬的聚會？嘴巴說大家都是一家人，結果座位默默分群，有人吃和牛，有人只剩白飯，有人進來像 VIP， 有人進來像誤闖尾牙。然後呢，最可怕的是大家還會假裝沒事。好，今天這段哥林多前書11章17到26節，保羅直接開罵，而且超狠。他一開口就說：我稱讚你們，這件事我不稱讚。翻成今天，本來想鼓勵一下，但你們這次真的太扯。哥林多教會那時候聚餐，很像現在的教會愛宴，大家一起吃飯、敬拜、領聖餐，理論上應該很感人吧。然後呢，有錢人先吃到飽，窮人玩到沒東西，有人喝到醉，有人餓到發呆。翻成今天超像什麼？公司聚餐，主管先夾龍蝦，新人在旁邊夾豆芽菜，然後大家還說我們很有團隊精神哦。保羅直接氣炸，他說：你們這不是吃主的晚餐。翻成今天，你們形式有了，但靈魂不見了。這句很重，因為很多時候我們也是這樣，表面有聚會，但沒有關係；表面有服侍，但沒有愛；表面有敬拜，但心裡根本沒人在乎別人。然後呢，你會發現人很容易把屬靈活動活成自我中心。接着保羅開始重新講聖餐，這裡超重要。他說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，拿起餅來。注意哦，被賣的那一夜不是得勝演唱會，不是人生巔峰，是最黑暗最受傷的時候。然後呢，耶穌居然在那時候做什麼啊？不是翻桌，不是情緒爆炸，不是發限動抱怨門徒，他是擘餅，他把自己給出去。這畫面很震撼，因為當人受傷時，本能是保護自己，但耶穌在最痛的時候仍然選擇愛。然後他說：這是我的身體，為你們捨的。翻成今天，我不是只講愛，我是把自己給出來。接着杯也是，他說：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。翻成今天，我要重新建立你跟神的關係。然後呢，保羅提醒大家，你每次吃這餅喝這杯，不是在完成宗教流程，你是在記得耶穌怎麼愛你。這就很重要了，因為人一忙很容易忘記，忙工作，忙生活，忙焦慮，最後連愛都忘了。然後呢，你開始對家人沒耐心，對朋友只剩利益，對教會只剩參與感。但聖餐在提醒什麼啊？你不是靠表現被愛，你是先被愛，才有能力去愛。這就是整段真正的核心，不是餅有多神秘，不是杯有多厲害，而是你有沒有活出耶穌那種為人捨己的愛。然後呢，如果沒有，再多聚會都只是形式。所以保羅才這麼重，因為最可怕的不是沒聚會，是人在聚會裡，心卻離愛很遠。所以哥林多前書11章17到26節，整段在講什麼啊？不是在教你宗教儀式，而是在提醒你，真正的信仰不是你參加了什麼，而是你有沒有活出耶穌的愛。當你記得自己被愛，你才有能力不只顧自己。當你記得耶穌為你捨己，你才會開始真正看見別人。記得耶穌不是只留下儀式，他留下的是愛。送你一句可以截圖的金句：真正的屬靈不是聚會時多感動，而是你願不願意像耶穌一樣去愛人。